當瑞幸庫迪還在持續對打9塊9價格戰時，最先倒地認輸的居然是捲不動的星巴克。星巴克為什麼就賣不了9塊9呢？前段時間，星巴克被傳出正在研究中國股權出售的消息。至於為什麼要賣身，其實原因也很簡單，在中國遍地都是9塊9咖啡，星巴克一杯賣20-30，壓根沒有優勢。可早在瑞幸庫迪沒有爆火之前，2017年的星巴克就獨自佔據了咖啡市場份額的42%，單店日均銷售額能突破2.8萬元。是行業平均水平的3倍。可短短3年後，當瑞幸靠着9塊9的美式咖啡橫掃寫字樓之後，庫迪成立又用3塊9的特價券在大學城掀起一股腥風血雨時，這個把咖啡賣成社交貨幣的美國品牌，雖然门店數增到了7800家，可市場份額卻縮水到14%。可它的门店數量不僅沒縮水，2024年還逆勢增長了7%。有人就好奇了，為什麼星巴克放着9塊9的生意不做，在瑞幸、庫迪這些價格屠夫的圍追堵截下，它又憑什麼能在中國市场站穩腳跟呢？其實啊，要搞懂星巴克為啥不降價，得先看看它的成本賬。從2023年星巴克財報裡可以看出，一杯38元的拿鐵，原材料成本其實只有7塊5，占比不到20%。可別以為剩下的30多塊都是純利潤，租金、人工、設備折舊，這些隱形成本才是星巴克的大頭。像上海熱門商圈的星巴克門店，房租每月就得10幾萬，員工工資普遍在6000元以上，加上5險1金，人力成本比3、4線城市的咖啡店高出3倍。更別說他每年花在品牌營銷上的費用，光在中國市場就超過15億元。要是真把拿鐵賣到9塊9，就算每天賣200杯，連房租都不够付。這就好比 LV 突然推出100元帆布包，看似能走量，卻會毀掉多年積累的高端形象。星巴克從1999年進入中國市場，就沒打算做平價咖啡。當年他在北京開第一家店時，一杯美式賣20元，相當於當時普通白領1天的工資，卻靠着第3空間的概念，讓喝咖啡變成了小資生活的象徵。而瑞幸和庫迪的玩法完全不同，瑞幸把门店開進寫字樓大堂的角落，面積只有5平米，租金成本直降70%。庫迪更狠，在大學城開的快取店，連座位都沒有。主打線上點單即取，人力成本砍半，這些快咖啡品牌的成本結構就注定了他們能玩9塊9的遊戲。可星巴克要是真進，完全等於自廢功夫。常去星巴克的人可能發現一個現象，有人點杯咖啡坐一下午，電腦屏幕上卻是 Excel 表格，也有人舉着咖啡杯自拍。对這些人來說，買的不是咖啡，是社交貨幣。更妙的是星巴克的會員體系，它的星享卡看似是積分換咖啡，實則是一套精密的鎖客系統。銀星級會員升金卡需要消費500元，金卡升玉星級要2500元，不同等級能享受免費升杯、生日贈饮等特權。這套體系讓20%的核心用戶貢獻了星巴克80%的營收，而這些人根本不在乎一杯咖啡貴幾塊錢。而星巴克的用戶是誰？是月收入8000以上的白領，是需要安靜空間談事的創業者，是把喝咖啡當日常儀式的都市青年。对他們來說，34元和9塊9沒區別，但門店的環境、服務、品牌調性卻是瑞幸、庫迪給不了的。隨便點2杯咖啡就能用免費的 WiFi、舒適的沙發、安靜的環境，省下幾百塊的會議室租金，這些隱藏價值9塊9的咖啡無法替代的。瑞幸的門店太小坐不下，庫迪的門店太吵沒法辦公，星巴克就靠着這些不可替代性在價格戰中活了下來。而且在供應鏈這方面，星巴克從未遇到問題。2023年雲南咖啡豆豐收，價格暴跌30%，可瑞幸、庫迪的咖啡沒降價多少。懂行的人知道，咖啡成本裡最關鍵的不是豆子，是供應鏈。而星巴克在這方面早就築起了護城河，他在雲南普洱建了咖啡種植基地，從2012年就開始培訓咖農，用高於市場價20%的價格收購優質咖啡豆。這套訂單農業模式讓他的咖啡豆成本比競爭对手低15%。那如果星巴克真的放下身段加入價格戰，首當其冲的便是品牌形象的崩塌。就像奢侈品突然打折清仓，会讓長期以來因為它是高端定位才买單的消費者產生被割韭菜的感覺。2023年某高端冰淇淋品牌嘗試推出平價產品線，結果老顧客流失率驟增18%，新顧客又覺得廉價版沒那味兒，最終不得不緊急叫停。星巴克的金卡會員們當初選擇它，就是看中了它的小資標籤。一旦降價，那麼很可能轉投其他等更具格調的精品咖啡品牌。從成本與利潤來看，降價意味着要麼壓縮利潤，要麼降低品質，二者必選其一。如果保持現有品質，一杯拿鐵降到15元，按照其門店運營成本，至少每天要賣出500杯才能覆蓋房租和人工，這相當於把门店變成人擠人的咖啡食堂，徹底毀掉第3空間的體驗。而如果選擇降低品質，比如用更便宜的咖啡豆，減少牛奶用量，又會重蹈曾經正新雞排的覆轍，壓根兒沒人喝了，品牌口碑一落千丈。不過星巴克的口碑也出現過裂痕。2023年1月，重慶一家星巴克因為民警在門口吃盒飯，要求其離開，引發全網怒批店大欺客，相關話題閱讀量超50億，直接導致該門店當月銷量暴跌60%。更致命的是食品安全問題。2021年，某星巴克門店使用過期巧克力液、抹茶液、奶油、烤果肉等，视頻曝光後，星巴克使用過期食材直接衝上熱搜，很多網友難以相信星巴克一杯30多還用过期原料。总的來說，星巴克賣不了9塊9，不是不想，是不能。它的成本結構、品牌定位和消費群體就決定它必須走中高端路線，而它能在瑞幸、庫迪的圍剿下挺住，靠的不是價格，
是第三空间的體驗和穩定的品質，但市場永遠在變。當年誰也沒想到10幾塊的正新機牌會跌落神壇，現在也沒人敢說30幾塊的星巴克能永遠風光。唯一確定的是，不管是賣9塊9還是39塊9，能抓住用戶真實需求的品牌才能笑到最後。就像網友說的，喝咖啡的人沒變，只是他們想要的从小資情調變成了性價比，又或者是两者的結合。